大家好，我是大熊。2012年2月18日，50岁的軟件工程師安德魯·英尼斯駕車離開蘇格蘭鄧迪，一路向南前往數百公里外的布里斯托。他此行要見的是一個剛在交友網站上認識不久的女人。這個女人名叫本尼琳，25歲，來自菲律賓。她的婚姻已經破裂，正獨自照顧2歲的女兒傑麗卡。表面上看，英尼斯只是為了見一個聊得不錯的網友，專程開車跨越大半個英國。可他在向本尼琳發送第一條消息以前，這場相遇其實早已是一次篩選的結果。在英尼斯的電腦中保存着一套由他親自編寫的程序，這套程序會從多個交友網站收集女性資料，再按照他事先設好的條件，從中找出符合要求的人。年齡不超過29歲，要有亞洲背景，而且必須是一名單身母親。本尼琳符合全部條件。別人登錄交友網站通常是在等待遇見一個合適的人，英尼斯卻先決定自己要找什麼樣的女人，再讓程序替他把這些人找出來。但程序只能幫他找到本尼琳，卻無法代替他取得他的信任。事實上，兩人剛開始接觸時，本尼琳就曾明確拒絕過英尼斯提出的要求。可認識還不到1個月，他還是帶着2歲的傑麗卡坐進了英尼斯的汽車。母女2人抵達鄧迪後，消息隨即中斷。後來，警方在英尼斯家的廚房地板下面找到了他們的屍體。而當傑麗卡的屍檢結果公布以後，單身母親這個篩選條件也顯露出了更加可怕的含義。英尼斯為什麼一定要尋找有亞洲背景的單身母親？本尼琳又為什麼在拒絕他以後，仍然坐上了那輛開往鄧迪的汽車？要想弄清這一切，還要從本尼琳來到英國以前說起。1995年，本尼琳出生在菲律賓馬尼拉，是家中6個孩子之一。一家人的生活並不寬裕，貧困幾乎貫穿了他的成長。可在妹妹謝拉的記憶裡，物質上的匱乏並沒有削弱家人之間的感情。本尼琳的童年也從不缺少關愛。他喜歡畫畫，尤其喜歡設計衣服。他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夠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服裝店，親手制作漂亮的裙子，再用賺來的錢幫助父母和兄弟姐妹。只是開店需要資金，也需要機會，而這2樣東西當時都離他十分遙遠。2015年，20歲的本尼琳通過網絡相親認識了她後來的丈夫萊克辛頓。萊克辛頓來自英國，當時已經57歲，比本尼琳的父親還要年長幾歲。他的經濟條件相對穩定，這也讓本尼琳對未來有了更多期待。3年後，兩人在菲律賓結婚，並有了女兒傑麗卡。隨後，本尼琳離開家鄉，跟隨丈夫來到英國布里斯托。剛到英國時，她對新的生活充滿希望，認為自己終於有機會擺脫貧困，也能夠幫助遠在菲律賓的家人。可現實並沒有按照她的預想發展，年齡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很快讓這段婚姻出現問題。隨着兩人的關係逐漸惡化，本尼琳最終帶着年幼的傑麗卡搬了出去。丈夫原本是她在英國最主要的依靠，離開這段婚姻以後，住房、收入和照顧孩子，幾乎所有現實問題都落在了她一個人身上。而回到菲律賓同樣不是一條輕鬆的退路。當地社會深受天主教文化影響，婚姻破裂的女性往往還要面對額外的議論和壓力。對一個遠嫁海外，如今又獨自帶着孩子生活的年輕女人來說，回到家鄉遠不是買一張機票那麼簡單。最終，本尼琳決定留在英國，想辦法重新開始。那段時間，他開設了自己的視頻頻道，即使生活並不輕鬆，他仍然盡可能向家人展示積極的一面，不願讓遠在菲律賓的親人擔心。後來，他終於申請到一處屬於自己的住所。搬進去那天，本尼琳高興地給家人打電話，說自己終於感到輕鬆了一些，也開始相信，即使沒有丈夫，她仍然能夠照顧好自己和女兒。
生活終於有了落腳點，可本尼林身處異國，獨自撫養孩子的孤獨並沒有因此消失。2021年2月，他註冊了一個面向菲律賓女性的交友網站，希望找到一個能夠與自己分擔生活，也願意接受他和女兒的伴侶。不久後，英尼斯聯繫了他，但從表面上看，這個男人幾乎沒有值得警惕的地方。他是一名軟件工程師，曾為多家知名企業工作，收入穩定，有自己的房子，而且沒有任何犯罪前科。在交友網站上，這樣的履歷和生活條件足以讓他顯得成熟可信。可在這份看似正常的履歷背後，還隱藏着英尼斯不為人知的一面。在選擇伴侶時，他始終對年輕的亞洲女性有着異常明確的偏好。這種偏好早在認識本尼林以前就已經存在。英尼斯的前妻是一名日本女性，兩人育有3個孩子，一家人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蘇格蘭生活。後來，這段婚姻走向破裂，妻子離開了他。可英尼斯對日本文化和亞洲女性的迷戀，並沒有隨着婚姻結束而消退。在他的認知裡，亞洲女性更加溫順，也更容易接受男性在關係中佔據主導地位。他試圖在新的關係中重新獲得自己在上一段婚姻裡失去的控制感。對英尼斯來說，這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審美偏好，他真正想要尋找的是一個更容易被自己支配的人。 He turned his coding skills, his computer software skills into a weapon in this regard to collect and collate information. 婚姻結束以後，英尼斯開始頻繁使用各種交友網站，註冊的平台多達數十個。作為程序員，他沒有像普通用戶那樣逐一瀏覽資料，而是將自己的技術變成了篩選目標的工具。本尼林就是這樣進入了他的視野。剛開始，兩人的交流沒有明顯異常，英尼斯會聽本尼林講述自己在英國的生活，也逐漸了解了他在找工作和照顧孩子時面臨的困難。隨着聯繫越來越頻繁，他主動提出可以幫本尼林安排工作和住處，只要他願意，就可以帶着傑麗卡搬到鄧迪。本尼林拒絕了，他才剛剛在布里斯托安頓下來，不準備為了一個從未見過面的男人帶着女兒搬到數百公里以外。沒過多久，英尼斯又向他索要帶有性意味的照片，本尼林同樣沒有答應。無論是搬家還是發送照片，他都明確守住了自己的邊界。他並不是一個毫無判斷力，別人說什麼都會相信的人。可這2次拒絕並沒有讓英尼斯離開，只是讓他意識到繼續直接提出要求只會引起本尼林的戒備。於是他不再急於推進這段關係，而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留在本尼林的生活裡。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英尼斯繼續陪他聊天，關心母女2人的生活，偶爾提出建議，始終把自己表現成一個願意幫助他的人。他不需要本尼林立刻相信自己，只需要保持聯繫，讓自己從一個網絡上的陌生人慢慢變成他每天都會說話的人。對於身處疫情封鎖、獨自照顧孩子的本尼林來說，這種持續的陪伴正是他當時最缺少的東西。My sister is a typical Filipina. She's very kind and very trusting of people. And that's why I think she agreed to go with Andrew to Scotland that quickly. 到了2月18日，英尼斯決定將這段網絡關係帶進現實。他不顧當時的疫情限制，從鄧迪駕車數百公里來到布里斯托。本尼林居住的是一處帶有庇護性的住所，按照規定不允許訪客過夜。英尼斯在出發前就已經知道自己無法住在那裡，卻還是一路開了過來。見面後，他故意把住宿問題拋給本尼林，告訴他如果自己當天不返回鄧迪，晚上就只能睡在車裡。面對一個開了幾百公里專程來看自己的朋友，本尼林自然不忍心讓他在車裡過夜，於是英尼斯順勢提出了另一種安排。他邀請本尼林帶着傑麗卡到鄧迪玩幾天，等周末結束再親自開車把母女2人送回布里斯托。
相比之前的搬家提議，這樣的安排顯然更容易接受。英尼斯想把母女二人帶到鄧迪的目的沒有改變，只是這一次他換了一種說法，讓原本需要慎重考慮的決定聽起來只是一次幾天後就能返回的短途旅行。本尼林最終答應了。當天，他帶着2歲的傑利卡坐上了英尼斯的汽車，前往鄧迪的途中，本尼林始終與菲律賓的家人保持聯繫，不時發送沿途拍下的照片，也會告訴家人自己到了哪裡。在一次視頻通話中，本尼林還把鏡頭轉向駕駛座，將英尼斯介紹給家人。他沒有隱瞞行程，也主動讓家人看見了與自己同行的人。對他來說，這不是一次秘密離開，只是一場很快就會結束的旅行。可到達鄧迪以後，本尼林的消息突然中斷了，沒有新的照片，也沒有任何回復。起初家人以為他只是在忙，或者手機暫時沒有信號，可隨着時間一點點過去，他們發出的消息始終無人回應，家人開始意識到情況並不正常。這種沉默與本尼林平時的習慣完全不同，更何況他還帶着2歲的女兒身處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他不可能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突然消失。家人隨後聯繫了英尼斯，詢問母女2人的下落。英尼斯最初說本尼林一切安好，只是暫時和朋友待在一起。後來他又改變說法，聲稱本尼林已經離開鄧迪，跟一個在網上認識的男人去了格拉斯哥。家人已經通過視頻見過英尼斯，他無法否認母女2人曾與自己同行，於是他只能承認他們來過鄧迪，再把本尼林後來的失蹤推到另一個男人身上。可無論說法如何變化，英尼斯都無法解釋同一個問題：如果本尼林真的安然無恙，他為什麼不聯繫家人，也不回復任何一條消息？就在菲律賓的家人不斷追問時，布里斯托的一次探視讓這起失聯事件正式進入了警方的視線。3月1日，本尼林的前夫萊克辛頓按照事先約定來到他的住處探望女兒傑利卡，但公寓裡沒有人，本尼林的電話也始終無人接聽。約定的探視時間已經過去，母女2人卻遲遲沒有出現。萊克辛頓意識到情況不對，隨即報了警。警方調取了本尼林的通話記錄和網絡通訊信息，很快鎖定了他在失聯前最關鍵的聯繫人安德魯·英尼斯。通訊記錄將調查從布里斯托一路帶到了鄧迪。接到協查請求後，蘇格蘭警方派出警員前往英尼斯的住所，確認母女2人是否安全。第一次上門時，英尼斯拒絕讓警員進入房子。他承認本尼林和傑利卡確實來過鄧迪，卻聲稱自己後來把他們送到了格拉斯哥附近。至於母女倆後來去了哪裡，他表示自己並不知情。警員暫時離開現場，向總部匯報情況，但總部很快要求他們再次返回，繼續核實英尼斯的說法。第2次面對警察時，英尼斯突然變得更加健談，他主動補充了許多警方沒有問到的細節，試圖讓那個關於格拉斯哥的故事聽起來更加完整。可他說的越多，前後的矛盾也就越明顯。警方已經知道英尼斯是最後一個與本尼林接觸的人，而母女2人與外界的聯繫也確實是在抵達鄧迪以後中斷的。在警方持續追問下，英尼斯最終承認本尼林和傑利卡已經死亡。隨後他指了指廚房地板，告訴警方母女2人的屍體就埋在下面。這番供述讓一場失蹤調查徹底轉向了謀殺調查。警方立即封鎖住宅，法醫和現場勘查人員也開始拆除英尼斯家的廚房地板。地面下面的空間已經被混凝土和建築材料封死，勘查人員花費了大約2周時間，才在下方找到裝有母女2人遺體的建築廢料袋。與此同時，警方也檢查了英尼斯的電腦和網絡搜索記錄，並從中發現了他事先準備的痕跡。在駕車前往布里斯托以前，英尼斯曾搜索過如何使用濾網，以及如何利用地板下的空間，而那時本尼林甚至還沒有坐上他的汽車。另一條線索來自案發當天的一段監控，畫面中英尼斯走進一家大型五金店，購買了一把錘子，付款時他還使用了自己的會員卡。
單獨來看，購買錘子並不反常，可當警方把他與此前的搜索記錄、後來的襲擊方式以及埋屍地點聯繫起來時，這把錘子變成了證明英尼斯早有預謀的重要證據。根據警方還原的案發過程，本尼林當時正在英尼斯家的廚房準備食物，英尼斯突然從他身後發動襲擊，先用當天購買的錘子擊打他，隨後又拿出一把放在書房裡的日本武士刀繼續攻擊。殺害本尼林後，英尼斯又殺害了傑麗卡。隨後他購買水泥和其他材料，將母女二人的屍體分別裝進袋子，藏在廚房地板下面，再用混凝土封住入口。可直到尸检完成，案件最残酷的一层才真正顯現出來。法醫檢查證實，傑麗卡在死亡前遭到了英尼斯的侵犯，最終因窒息死亡。這份尸檢報告也讓英尼斯當初設定的篩選條件顯露出了完整的含義。本尼林的年齡和亞洲背景符合英尼斯一直以來對女性的偏好，而單身母親這一條件則說明他盯上的不只是母親，還有母親身邊的孩子。英尼斯先通過交友網站接近本尼林，再利用持續的關心和聯繫取得他的信任。只要本尼林願意帶着女兒來到鄧迪，他也就獲得了接近傑麗卡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本尼林既是英尼斯想要控制的對象，也是傑麗卡最直接的保護者。殺害本尼林是為了清除實施犯罪的障礙，殺害傑麗卡則是為了掩蓋自己對孩子犯下的罪行。針對兒童的黑暗企圖才是這起案件最核心的動機。從選定目標到事先準備，再到殺人後的埋屍和持續撒謊，這些行為前後銜接，組成了一條清晰的犯罪鏈條。可到了法庭上，英尼斯仍然聲稱廚房裡的殺戮並非預謀，而是自己突然失控的結果。他承認自己造成了本尼林和傑麗卡的死亡，卻否認謀殺，並提出了減輕責任的辯護。他首先把原因歸因於自己服用的類固醇，聲稱藥物導致精神異常，使他在案發時無法控制行為。隨後他又表示，本尼林先拿起一把壽司刀攻擊自己，他只是在防衛過程中失去了控制。醫學證明否認了類固醇導致精神異常的說法，案件中的誤診和襲擊方式也讓他的自衛辯護難以成立。本尼林與英尼斯之間存在明顯的體格差異，更關鍵的是，證據顯示英尼斯的襲擊來自本尼林身後，這與他所說的正面持刀攻擊並不相符。類固醇和自衛都無法解釋眼前的證據，英尼斯於是又把暴力歸因於過去的感情經歷。他聲稱，當時本尼林背對着自己，他的黑色長髮和身形讓他想起了已經離開的前妻和另一名前伴侶。那些失敗關係留下的憤怒在一瞬間爆發，使他陷入了所謂的末日般狂怒。這段辯解再次暴露了英尼斯如何看待本尼林，他沒有把他視為一個擁有獨立生活和感情的人，而是將他投射成過去伴侶的影子，再讓他承受自己對失敗關係的怨恨。可所謂的末日般狂怒，最多只能為動手的那一刻尋找一個借口，無法解釋他在案發前的準備，更無法解釋殺人後有條不紊的掩蓋。談到傑麗卡的死亡時，英尼斯給出的解釋更加冷酷。他說，本尼林死亡後，傑麗卡一直在哭，不停地尋找母親，而自己又無法照顧一個2歲的孩子，所以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傑麗卡和母親待在一起。可傑麗卡之所以哭泣尋找母親，恰恰是因為英尼斯剛剛殺死了本尼林。他先讓傑麗卡失去了母親，又把孩子因此產生的恐懼和哭泣當成了另一個需要由自己解決的問題。最後連殺害傑麗卡也被他說成了一個似乎不得不做出的選擇。英尼斯把自己造成的後果反過來變成了繼續殺人的理由。陪審團最終沒有接受他的任何一種說法。2023年2月6日，陪審團裁定英尼斯謀殺本尼林和傑麗卡的罪名成立，法官判處他終身監禁，至少服刑36年後才有資格申請假釋。It's very painful in my heart that Benny Lin's already died.
And also my granddaughter, she's also died. That's why I miss him very much.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见。